想为家中布置一些绿植，却又常常忙于工作，担心没空闲照顾植物，怎么办？有许多美丽的室内植物，不需要太多时间养护，静静地摆着就可以长得很美很好。这些植物通常都不需要经常浇水，十分耐旱。这回来聊聊耐旱又好照顾的懒人植物，15款推荐给生活忙碌的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观叶植物小笔记，我是秋明，带您一起认识室内植物，绿化居家环境。这15款室内植物，有些特质与多肉植物十分相似，有些则是需水量比一般植物还要少。我们将分为耐旱等级5颗星到3颗星的程度来一一介绍，并且浅谈一下不同星级的养护重点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虎尾兰原产于西非干旱的沙漠，是一种耐旱、耐高温、很好活的植物，对光线适应性很强，不论强光或低光的环境都能忍受。照护上相当简易，也算是一种多肉植物。虎尾兰品种众多，总数量约有70多种，外形各有特色。虎尾兰能够帮助保持家中空气清洁，去除甲醛、禾苯和3氯乙烯等毒素，释放氧气的成效高，有强力释放负离子、净化落尘、二氧化碳的能力。此外，它本身还能抑制细菌和霉菌的生长，是完美的室内植物。芦荟拥有厚实的叶片，含水量丰富，因此具有一定的抗旱性。喜欢温暖明亮且干燥的地方，不耐寒冷，适合半日照。在和煦且充足的日照之下，肉质的叶片会显得格外肥厚。在室外的植的芦荟可以长得很巨大，然而也适合栽种成小植栽，作为室内植物。芦荟能够净化室内中的甲醛、二氧化硫以及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，并释出氧气。不仅如此，芦荟还能侦测空气品质。当有害气体过多时，它的叶片就会出现褐色斑点，达到警示效果。球兰叶片厚实、耐旱、耐风吹，也颇耐得住贫瘠，是广泛定义上的多肉植物。原本生长在原始森林的山壁上，也时常附生在大树的树皮上。由于荷兰花同样具有附生形态，因此被称作球兰。喜欢潮湿的环境，花期长，开花十分美丽。它的花朵具有人造塑胶的特殊光滑感，因此又被叫做 wax plant。球兰生长缓慢，很适合小空间作为摆饰。喜爱稳定环境，湿润的空气有助于球兰生长。圆叶椒草属于胡椒科植物，本身具有淡淡的香气，耐阴、耐旱，少病虫害，十分适合作为室内植物。源自热带雨林的底层，在潮湿环境中可以茁壮成长。强韧且似皮革的肉质叶片能够有效吸收水分，因此不需要时常浇水，大约2-3周一次就可以满足它的需水量。圆叶椒草大多株形小巧，适合矮盆。叶面能够吸附灰尘，制成空气中的脏物质，也具有净化空气的效果，是一款低维护的室内植物。黑叶橡胶树属于常绿大乔木，具有黝黑光泽的厚实叶片，耐阴且耐旱，适合作为室内中大型植栽。喜欢充足阳光，摆放在室内明亮处，或室外庭院散光都很适合。外形大方，拥有神秘高贵的气质。以上耐旱性5星级的植物，在室内选择一个明亮通风的好位置摆放着，就可以长得十分出色。耐旱性极佳，浇太多水反而容易让它们烂根死亡。
冬季时植物生长缓慢，甚至可以1个月以上不需浇水。它们多数缺水时，叶片都会呈现软薄或有微微的皱褶。栽种时，土壤介质都偏好排水性、透气性佳。根系不深，盆栽可以选用矮小款式，方便控制土壤湿度。接下来介绍4颗星的室内植物，有些植株善于保水，有些则有气根能吸收环境水汽。倘若1、2天忘记浇水也没关系，十分耐养。白金葛是黄金葛另一款的园艺品种，比起耀眼的黄金葛，白金葛的白斑更为典雅朴素。养过白金葛的人都知道，由于生长速度缓慢，茎节与叶片较为致密，因此十分耐旱，程度仅次于类多肉植物了。摆放在家中，久久浇1次水，就可以活得很美。等到盆土十分轻盈，再浇水即可，过多的水分反而使它生长不良。寒冬或是雨季时，甚至可以3、4周浇1次水，就能满足它的生长。左手香亦如它的名字，只要轻轻碰触植株，手上就会沾有它的香气。属于热带草本植物，生命力极强，居家庭院或室内都适合种植左手香。左手香的根系浅，植株具有微略的慢性，常常生长遍野。它的茎与叶片都是肉质，全株都有强力保水的功能，因此耐得住几日缺水的干旱。然而它也喜欢喝水，可说是耐旱又耐涝的香草植物。左手香的气味与薄荷十分相似，可以使居家空气变得清新，能驱赶蚊虫。坊间相传具有药用价值，更有人会拿它的叶片来调味肉品或是泡茶饮用。若要说到室内植物，一定不能少了龟背芋。它属于中大型植栽，原产于墨西哥的热带雨林中，适应性强，耐阴，也有一定的耐旱性，喜欢温暖、潮湿的环境。在家中明亮处摆放1株龟背芋，顿时充满森林氛围。大约1周浇水1次，可视植株大小与季节来调整。种植龟背芋很需要通风环境，让根部透气，太过时常浇水反而容易使盆土闷住而烂根。龟背芋也是个大胃王，定时施肥会让它成长更美更巨。铂金蔓绿绒，厚实的叶面上有着细长优美的铂金色纹路。植株大中小都有，小至摆在桌上型装饰绿植，大致可以作为落地大型盆栽，增添室内优雅华贵气息。多数的蔓绿绒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耐旱性，盆土宁干勿湿，而铂金蔓绿绒也不例外。铂金蔓绿绒在蔓绿绒属植物中可说是好养又高颜值的一款。橘柄蔓绿绒拥有特殊的橘橙色叶柄，根茎叶全株质地都较为坚硬厚实，属于直立型，叶片会向四周生长开来，可说是在蔓绿绒属植物中最为耐养的品种之一。相较于前款铂金蔓绿绒更为耐旱，也能忍受低光与些微涝害，少有虫害，不需要太多时间照顾就能长得很美很健壮。橘柄蔓绿绒植株从小到大都有，居家环境中能增添雨林绿意氛围。相较于前两款，独角兽蔓绿绒外形较为质朴，然而好养程度却不下于它们，是新兴首级植物。强韧的生命力让它适应力极强，也少病虫害。慢性的气生根会吸收环境周围水汽，使它久久浇水一次也能活得很好。除了直射太阳之外，独角兽蔓绿绒可以适应室内各种光线。价格平实，斑叶品种更为亮眼。最后介绍耐旱等级3颗星，
它们都是蕨类植物，相对于一般蕨类都较为耐旱，甚至有些也耐涝。而有些则是根系浅，适合久久浇水一次，空气潮湿的环境可以生长得很美。兔角蕨叶片繁复细致，有着白色绒毛的走茎，会往四周撅起伸长，有如兔子毛茸茸的角角。属于骨碎蒲科的蕨类，耐旱好养，喜欢温暖，在一般室内的散光通风处、窗边或是有遮阴的阳台，都可以长得很好。在原生环境中，兔角蕨会攀附于树干或岩石上，由于根系浅，适合浅盆栽培。通常观察表土干干的就可以浇水。外形特别可爱，是高颜值又好养的蕨类。蓝心蕨叶片带着淡淡的银蓝绿色光泽，可说是耐旱且低维护的室内植栽。原生于南美的热带森林，属于水龙骨科附生型蕨类植物。和兔角蕨一样根系浅，拥有绒毛般的走茎、长长的叶柄以及羽毛般的叶片。叶片上有一层薄薄的蜡质雾面保护层，接近银白色的光泽。浇水时尽量避免在叶子上喷水，让雾面保护层得以维持。植株可以成长到50公分以上，甚至更高。山苏又叫做鸟巢蕨，一片片叶子围着中央巢穴辐射状展开，外形特殊，具有十足的雨林气质。根系绵密且十分保水，能忍受短暂的干旱，不小心浇太多水也能承受。耐旱又耐涝，是蕨类植物的入门款，很好照顾。山苏也能净化空气，拥有极佳的造氧能力，叶片能制尘，去除室内的甲醛毒素。植株从小至大都有，摆在家中明亮处就可以长得很好。海岸拟福蕨属于水龙骨科蕨类，革质的叶片充满厚厚的角质层，可以结实实地锁住植株内的水分。不仅外形大方典雅，海岸拟福蕨也是十分坚韧好养的新手植物。它们原生大多长在地面，或附生在树木、岩石上，强韧的生命力，耐旱也耐风吹，光线适应力强，摆在家中庭院或窗边，不需花费太多时间照顾，就可以生长得很好，可说是懒人植物。看完这15款耐旱又好照顾的懒人植物，有没有让您心动了呢？然而无论生活多么忙碌，植物仍是需要时常观察，适时给予呵护才会生长得好。倘若忙到不可开交又很想有绿植陪伴，建议您先选择其中一款，在忙碌日程中找到与植物共同成长的节奏。相信总有一款植物适合您。以上耐旱好照顾的室内植物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看完这些能让您更了解植物，喜欢植物，成为绿手指。如果您喜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秋明，我们下回见。